电影里很辣又神秘的这个墨西哥毒贩，现实中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黑暗又危险的世界，毒品交易、帮派火拼、权力的斗争。那这些不只是一个电影的桥段，而是每天都在墨西哥真实上演的故事。他们有的呢穷凶极恶，那有的却像英雄一样被当地的人崇拜。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一起跟我走进墨西哥毒贩的一个真实生活，看看这个残酷世界的另一面。那在2022年10月5号，墨西哥托拉潘市这个武装分子直接闯进到这个当地市政府，开枪射击，造成市长孔拉多·门多桑等20多名市政官员的死亡。那这起谋杀策划精密、组织严谨，凶手屠杀市政厅之前，那周围公路上停放了多辆的大型车，点火烧着了，封锁了道路，那直接导致大开杀戒的时候，政府部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力量来支援。那毒贩进入政府大楼的时候，就像回家一样，那杀国家公职人员如同杀鸡一样。他们还把受害者的尸体直接摆放到大楼前，那血液从他们身下渗透到地板当中，那场面极其的血腥。那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呢，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那我们继续接着讲这个受害者呢就包括市长本人门多桑，那前市长胡安·门多桑，墨西哥总统顾问、卫生管辖区行政长官以及多名政府要员。那整个托拉潘市的这个核心大员呢就被一锅端了。由于这个死的人太多，那后来都要动用挖掘机给这些官员去挖墓地，那就是这么狂那墨西哥在这个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总统执政期间被杀的市长人数达到18个人，那州议员人数达到8个人。那惨案发生以后，墨西哥黑帮的这个犯罪集团龙舌兰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复出，我们回来了。那龙舌兰是格雷罗州新崛起的一个黑帮贩毒组织，那2012年成立的，短短的3年时间，在毒贩集团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下，就成为了当地第一犯罪集团。当前的这个前市长胡安·门多桑当选的时候就曾经与龙舌兰达成过妥协后来又在打击贩毒、保护居民的工作的时候，与这个强大的黑帮产生了裂痕而冲突。那在2018年龙舌兰的领袖被暗杀之后，这个组织曾经一段时间的这个偃旗息鼓，但如今他们以一场对墨西哥政府官员的屠杀强势宣布归来。在墨西哥，一不能当有良心的缉毒警察，二不能当有正义感的市长。那因为你努力工作打击犯罪，却不知道身边的同事可能就是毒贩的卧底，拿的钱比你的工资都多，随随便便呢就能把你出卖。那你奋力的和毒贩作战，却悲哀的发现他们开着装甲车、直升机，全副先进的美式装备，你手里的小步枪根本就打不过他们。那你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一群全副武装的毒贩冲进办公室扫射而死，或者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人劫持，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尸体挂在大桥上示众，家人孩子被虐杀。那墨西哥人民是不会记得你的名字的，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还是会被利益裹挟着去参加这个毒贩的队伍，因为毒贩比政府收入高，贩毒的这个装备呢比政府的警察好，毒贩活下来的概率比警察、军人、市长更高。那墨西哥的政治家们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今的这个卡尔德隆总统就曾努力的缉毒。在2009年，卡尔德隆政府一共逮捕了6万人，缴获武器3万多件，450万发子弹，454枚手榴弹，没收了15000多辆汽车，300多架飞机。那查获77吨可卡因，145吨大麻，584公斤的海洛因。墨西哥不是没有想过要改变现状，打击贩毒、打击犯罪的好官员，但是他们往往下场呢都很惨。墨西哥特米斯市长女市长
西塞拉莫塔商人14个小时就被毒贩杀害。那这个提奎奇奥市的这个女市长呢，玛利亚桑托斯萨拉萨尔是一个坚定的抗击毒枭的战士，但她一生命途多舛，被袭击过多次，丈夫被打死，她自己也遍体鳞伤。3年后卸任，马上就被毒贩绑走，酷刑折磨抛尸荒野。那墨西哥政治生命最短的市长是瓦哈尔州特拉西亚市市长亚历杭德罗阿帕里西奥。2019年1月2日，他以新市长的身份工作了1个半小时，就遭到多名歹徒的枪击身亡。当时呢，他才刚刚举行完就职宣誓仪式，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那在过去的这个10年里面，10年左右，墨西哥有近100位市长惨遭杀害，其中呢，大多数人的死因就归咎于这个毒品贸易冲突。他们要么是因为站出来与贩毒集团对抗，要么是因为得罪了贩毒集团安插在政府和警察系统的内应而被灭口。市长是随时可以被肉体消灭的，但是毒贩却是消灭不了的，因为墨西哥废除了死刑，毒贩就算是被捕，也就是进监狱坐牢。那毒枭们在墨西哥坐牢，那不叫坐牢，那叫度假。墨西哥的监狱可以叫妓女，那这个可以叫男女犯同居，可以上网看电影，可以经营博彩，可以抽大麻，养宠物，冰箱空调该有的都有。那在2011年，墨西哥政府检查格雷罗州一座监狱，发现里面甚至还有孔雀和斗鸡。那以毒枭们的经济实力，进监狱就和住五星级的饭店一样。2016年呢，墨北部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市托波奇科监狱发生骚乱。那官方调查发现，监狱内竟然设有多间的豪华的囚室，装有空调迷你冰箱数字电视鱼缸和一些小型的桑拿房等设施。那此外，伊万坎图的这个牢房里有一张特大号的睡床，那一台大屏幕的平板电视，以及一间装潢奢华的浴室。那有人讲为什么国家机器对付不了一群毒贩呢？那实际上这个国家的基层就从来没有被政府和国家的机器掌握。那很多的墨西哥官员当选，靠的就是墨西哥贩毒资本的一个资助和支持。那底层的民众大多数都是毒贩们的亲人和帮凶，毒贩可能比政府更能管理这个国家。如果你真的想要缉毒，想要打击犯罪，你的敌人不只是毒贩，而是资本和民众。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美国呢是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美国人消费全世界最多的毒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那吸毒的人数和毒品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那统计数据显示，那美国在这个仅占世界人口 5% 的国家，承包了全球 60% 的一个毒品。那全世界生产的这个毒品呢，每年大概有 60% 以上运往美国那仅大麻、可卡因、海洛因这3种的毒品的这个销售量每年就有 1.6 万吨。那其中可卡因的消费量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吸毒人数高达2500万，那占总人口的 7.7%， 并呈明显的一个递增的趋势。那跟美国有3000多公里的这个边境线的墨西哥呢，就是毒品加工与交易的一个源头。那有买卖自然就有伤害那知道墨西哥就不能发展别的产业吗？那非要制毒贩毒。那第一个，墨西哥的地理位置让它天然的成为毒品交易的一个重要的枢纽。那它靠近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加上漫长的边境线和复杂的地形，使得毒品的运输和交易都非常方便。那你就算墨西哥想摆脱毒品交易那摆脱这个毒品的经济，那也很难从这个特殊的位置中抽身，因为全球毒品贸易链需要有一个中转站，那墨西哥就恰好扮演了这个角色。那第二个贩毒对许多墨西哥人来讲呢，就是最简单的出路。墨西哥它有很多地区长期贫困，合法工作机会太少了教育和基础的设施的不足，让许多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选择。相比之下，毒品贸易提供了一个高额的回报和快速的财富。对于一个生活困苦、看不到希望的人来说呢，那这条黑暗的路可能就是最现实的出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发展其他的一个产业，而是合法产业的选择权根本就没有摆在他们的面前。
墨西哥的政治和社会腐败也助长了毒品经济。那长期以来呢，贩毒的集团不仅是在经济上占据主导的地位，还渗透到了政府、警察和司法的系统。他们通过贿赂、威胁甚至暴力的方式，确保自己的生意不受干扰。那这种毒品与权力的共生关系，让打击贩毒就变得更加的困难。即使政府想推动其他的产业发展，那也大概率会因为内部的腐败和毒品的势力的干扰而进展不下去。那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就是一个国际的责任，尤其是美国美国呢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而墨西哥为其供应毒品的一个重要的国家。虽然讲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帮助墨西哥打击毒品犯罪，但是在减少毒品需求和消费方面还是做得远远不够的这就像割韭菜，只铲除毒品供应链的一部分，却没有触动到根本的原因。只要需求存在，那供应链就会不断的冲。那毒品经济呢，对于墨西哥的影响它已经是根深蒂固的。贩毒集团通过毒品交易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又反过来渗透到合法的经济。你比如说房地产、农业、旅游等等方方面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毒品经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可以讲是深深嵌入了墨西哥的社会结构。想要发展其他的产业，必须同时解决毒品经济对社会的控制。在墨西哥，贩毒的集团的势力早就不只是贩毒那么简单了，他们背后有钱有势，甚至有资本支持，简直呢就是一个地下帝国。这些集团除了贩毒，还干着绑架、勒索、收保护费、贩卖人口、抢劫、杀人等各种违法勾当，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他们的生意。更夸张的是，这些毒贩还控制了不少地方政府。在墨西哥，大多数市长可以任命警察局局长还对贩毒集团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他们会用钱贿赂市长，把自己人安插在警察局里。要是钱搞不定，那就来硬的，恐吓威胁，那甚至直接动手杀人。很多市长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两条路，要么跟毒贩合作，要乖乖的听话，那要么就等着被干。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